长新上市，合肥狂赚1.3万亿，一举超过杭州、苏州、南京，成为 AI 时代仅次于北上深的第4大超一线城市。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31号。最近长新科技上市火爆全网。长新科技于2026年7月27日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发行价格为 8.66 元每股。上市首日开盘报价 49.5 元每股，较发行价上涨 471.59%， 单日成交额超1400亿元，创 A 股历史新高。截止2026年7月31日，公司总市值盘中一度突破4万亿元，收盘报 3.61 万亿元，其中合肥国资持股比例大概是 36.79%。作为创始人、董事长，朱一鸣占比大概是 2.38%。截止2026年7月上市前后披露数据，大概是 15.9 亿到 15.92 亿股。据多家媒体报道，朱一鸣承诺让渡其中 50% 的股份用于激励员工，大约 7.68 亿股。公司上市满36个月后，在10个自然年度内分批实施，给员工分钱，听上去是不是跟于东来很像？到底怎么回事呢？朱一鸣又是什么来头呢？请看视频。一根内存条，半年价格涨700%，比黄金凶，比股票也比石油更赚钱，也更残酷。最近长新科技的中国公司敲钟上市，短短5天，股价就从8块冲到60，翻了6倍。背后合肥国资那笔160亿投资也熬过了10年亏损噩梦，如今浮盈超过2万亿。但这场盛宴的男主角长新创始人朱一鸣却在 IPO 前期宣布，把董事会给他的 15.36 亿股激励股权拿出一半，也就是7.68亿股，无偿的分给员工，自己不拿1分钱。按照上市首日的收盘价，这笔股票呢价值376亿，不分的话，他的身家轻松破1000亿，排进了中国富豪榜前20。但分了之后，等于说把自己持股砍掉了一半。A 股30多年来，还从来没有哪个创始人在上市前也这么干过。那朱一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不是傻，他太清楚这行有多么的残酷了。和猪周期一样，内存呢是电子产业的猪肉。你想想啊，猪肉在 CPI 里的权重大到能够单独的撬动通胀，内存在电子产业里呢，你手机成本的1/3是内存，数据中心采购的大头也是内存，它一涨就吃掉了整条产业链的利润，所有人都是抢着囤货的。就像猪肉价格高的时候，所有人都扩产养猪，但是母猪怀胎到肥猪出栏要1年的时间，等猪出来，供给一起涌出来，价格就崩了。内存周期呢比猪周期更狠，建一座内存工厂要花2年，花1000亿人民币，一旦开工就停不下来，2年之后产能同时释放，价格是可怕的塌缩啊。更要命的是，你买五花肉是不会在意到底是哪个农场的，其实内存也是啊，规格、性能、接口完全统一，可以互相替换，这也就意味着它没有一个品牌的忠诚度，也没有技术护城河，只有赤裸裸的成本战。所以在过去的40年，这个行业的玩家呢，从几十家打到了只剩下3家。但不是因为谁犯了错，而是这条赛道的结构那就是一台绞肉机，上一轮赚的钱全部砸进了下一轮的扩产，然后在价格崩盘中决定谁死谁活。养猪的今年赚翻了，明年亏到卖房，内存厂商能从季度盈利100亿美元到下一年季度亏损30亿美元。当年合肥冒着9死1生的决心投资长新，亏损10年熬到上市，如今轮到他壮士断腕下决心了。看懂朱一鸣这个举动背后的真实逻辑，可能大家才能够明白到底什么叫做内存战争。朱一鸣出生于1972年，17岁考上清华物理系，清华硕士毕业之后去了硅谷，从工程师一路做到存储器项目的主管。那些年在美国，他亲眼看着三星和美光一步步的垄断全球，看着日本和欧洲的巨头倒了一家又一家，但是中国什么也没有。2005年，他带着专利回国，创立了兆易创新，启动资金只有10万美元，还是几个清华校友凑的。在北京的一间车库里，他们就开工了。他没有敢一上来就碰 DRAM， 而是先挑了一个巨头们都看不上的小众产品，一点点的啃，硬是从缝隙里杀出了一条路。2016年公司上市，市值做到4000亿，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停下来。同年，合肥找上门来了。这座城市呢，刚刚压住了京东方赚了一笔，又把目光对准了存储芯片，这是每年进口几百亿美元被卡脖子最狠的领域啊！这双方一拍即合，总投资1500亿，长新科技启动了。朱一鸣上马 DRAM 项目，这条赛道呢已经是被三星、海力士、美光垄断了40年的时间。2018年，他辞掉兆易创新的总经理，全职扎根合肥，立下了军令状。长新不盈利，他1分工资都不拿。就这样，连续7年，他真的1分钱都没拿。
长兴亏了8年，累计亏损366亿，2025年扭亏，2026年长兴上市，一把起飞了。但是朱一鸣比谁都清楚啊，内存这行涨得越猛，摔得就越狠。过去40年，每一个在内存行业赚到钱的人，好像几乎都赔进去了。1968年，英特尔成立，第一款产品呢不是 CPU， 是内存，一颗只能够存1KB 数据的芯片，就靠这个成了70年代的霸主。然后呢，莫斯托克杀了进来，4KB 和16KB 两轮就把英特尔的份额抢到了只剩下零头，到70年代末就已经是占到了全球80%的市场份额了。但莫斯托克死的也很快，被资本恶意收购，管理层全是外行，工程师纷纷出走。1985年破产，最终7100万美元被贱卖了。当年从莫斯托克出走的4个工程师，在爱荷华的一个牙医诊所的地下室创立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后来就叫美光。80年代呢，日本的5巨头集体冲了进来，日立、三菱、东芝、NEC、富士通，良率高、成本低、产能大。自家尼康的光刻机碾压了美国同行，到80年代末也是占了全球84%的份额。美国厂商呢，死的死，逃的逃。英特尔1985年宣布退出内存，专心做 CPU， 几十家美系公司最后就只剩下美光、TI、IBM、摩托罗拉4家了。然后美国人开始动手了，这第一刀，1985年启动了301反倾销调查，逼日本限制出口。第二刀，同年联合4国签了广场协议，日元升值，日系出口没有了价格优势。第三刀，86年和89年2轮美日半导体协议，逼着日本开放市场，限定价格。第四刀，借东芝机床通苏事件全面打压。这4刀下去，日本的市场份额就从84%砍到了不足40%。就这，美国人还嫌不够呢，转身又去扶韩国了。1983年，三星开发出了64KB 的内存，韩国人其实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不怕亏钱。内存这行呢，有一个特别反人性的地方，就是最该削减投资的时候，恰恰也是最该继续投的时候。通常情况呢，产品的市场价格跌了，正常公司肯定会停产减产，但是半导体工艺是不等人的，你这一轮不投，下一轮技术节点就落后了，成本下不来，再打价格战的时候呢，就死得更快。真正的玩法是低谷期疯狂的扩产，把竞争对手熬死，等行情回暖，再一把把10年亏的钱全部都赚回来。三星最经典的一战是2008年，那年金融危机，全行业都在流血，当时全球 DRAM 还有5-6家的玩家，三星、海力士、德国的奇梦达、日本的尔必达、美国的美光。奇梦达呢是德国英飞凌拆出来的，尔必达呢是日本最后的内存独苗。三星管理层宣布把集团的利润全部砸进内存，逆势扩产，这竞争对手都看傻了。奇梦达已经在亏钱了，董事会就讨论要不要跟，结果是跟不起，现金流撑不过下个季度。2009年1月申请破产，德国最后的 DRAM 也灭了。尔必达呢还在死撑，社长跑去求日本政府给了300亿日元续命，还是不够。2012年破产，被美光收购，总对价25亿美元，其中现金7.5亿，日本内存产业也被清零了。行情回暖之后呢，三星一把赚回了10年的亏损。这行呢不是比谁赚得多，是比谁死在最后。奇梦达和尔必达不是没钱，也有金主在背后输血，但还是被三星的逆周期打法活活熬死。公司上市拿到筹码，那只是开始，真正恐怖的故事往往是发生在你押上赌注之后的。2013年开始，全球 DRAM 就剩了3家了，三星、SK 海力士、美光，控制全球91%的份额。玩家少了，谁也舍不得掀桌子呀。大家都默契的控产能，维持利润，绞杀一切的后来者。但是 AI 打破了默契。2025年大模型爆发，一台 AI 训练服务器对内存的需求是普通服务器的8到10倍。AI 要的它不是普通的内存，是 HBM， 就是 AI 芯片旁边的高速补给站。三星和海力士把产能全转去做高溢价的 HBM， 普通内存供给就砍掉了25%，价格疯涨。DDR4 一年就涨了1800%。就在韩国人躺着赚钱的时候，长兴敲钟了。长兴2016年成立，做 DRAM 8年时间亏了366亿。2022年到2023年，全球存储行业15年来最冷的寒冬，三星利润暴跌96%，海力士创历史最大亏损，美光裁员5000人，全行业减产保命。长兴反而在合肥国资和大基金注资下逆势扩产，月产能从不到10万片往35万片冲，产品报价一度只有海外竞品的1半。但是长兴等到了时间窗口啊，三星和海力士把产能全部都转去做 HBM， 通用内存就没人做了。长
长兴2022年到2024年建成的产能又恰好是卡在了供需缺口的拐点上。2025年2季度，长兴全球份额3.97%， 4季度呢飙到了7.67%，全球第4。2026年上半年的净利是500亿，全年预计破1000亿。但是这个窗口它不会永远开着，三大巨头已经在投数千亿美元新增产能，2-3年后的缺口可能就会被填平。长兴必须在2年内把技术和产能的差距拉到足够近。长兴核心工艺是17纳米，三星和海力士已经是量产12到14纳米了，差了2到3代。而利润最后的 HBM 呢，长兴还在送测阶段，高端光刻机和部分核心材料依然是依赖进口的。美国禁令切断了 HBM 制造设备的来源，长兴就只能够走定制化 3D DRAM 的路线，那是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走通了日进斗金，走不通呢，那就是等死。内存的剧本40年来从来都没有变过，涨价、扩产、过剩、跌价，每一轮都有一批玩家被洗掉。从莫斯托克到奇梦达，从尔必达到日本5巨头，尸体堆满了这条赛道。现在你理解朱一鸣为什么不敢拿着376亿了吧？他不是突然发善心，他做了20年的内存，下了一个清醒到冷酷的判断。长兴今天赚的钱不是他的本事，是周期推的。周期能够把这个价格推上来，他也能够把这个价格砸下去。砸下去的时候，手里有再多的股权，那都是废纸。奇梦达破产前市值80亿欧元，尔必达破产前股价从4700跌到了5日元。美光2023年亏58亿美元的时候，股价跌了70%。三星的股东不止一次腰斩过，他把376亿分给员工，他不是不在乎钱，是在内存这一行，股权不是财富，是赌注啊！你把赌注全压在一个人的手里，周期反转的时候，人是会跑的。你把赌注分给19000个人，周期反过来，这19000个人，他就是你的城墙。长兴固定资产账面价值1830亿，每年折旧超100亿，价格一旦下行，盈利就可能瞬间变亏损。那个时候靠什么留住工程师呢？靠什么让晶圆厂继续赚呢？当然靠那些手里有股份的人愿意跟着你一起扛啊！财散则人聚，人聚则财来。这是朱一鸣在硅谷看完内存战争全部的剧本之后下的唯一的一步先手棋。三星用了25年才熬成了全球第1，中间无数次濒死。海力士前身是现代电子，金融危机里差点破产，换了3任东家才活了下来。是员工自发组织的工会力量在关键时刻抢救产能。美光呢，华尔街成窑，成立40多年，经历过日本冲击、韩国崛起、PC 周期、手机周期，活到今天，那靠的是在刀尖上跳舞啊！长兴才10年，这不是说长兴不够好，10年从0到全球第4，那是中国半导体史上最不可思议的逆袭。但是投资不是致敬，是算账，算账的逻辑就非常的简单了。长兴现在赚的是韩国人留下来的空档，不是高枕无忧的护城河。美国拿走韩国人的 HBM 技术， AI 需求放缓，三大巨头重新杀回普通内存的时候，长兴的利润表能扛得住吗？40年了，每一次内存价格暴涨，都有人觉得这次不一样，可是每一次的最后都是一样的。中国内存产业要真正的面对竞争，不靠一场 IPO， 不靠3.28万亿市值，不靠散户的狂热，靠第2个朱一鸣，第3个朱一鸣。在行业低谷期敢把利润全部砸进去扩产的人，在所有人都撤退时敢往前冲的人，在终于能够套现时敢把钱分出去的人。他分出去的376亿不是慈善，是军费。他赌的不是这一轮的周期，而是下一轮。价格暴跌的时候，韩国人再次举起逆周期的大刀，他的城墙里有19000个士兵，每一个都不想输，因为士兵们的手里也有股份。全球内存战争打了40年，没有和平，只有停火。每一次停火都是为了下一次更惨烈的厮杀。长兴刚刚把中国投资者的名字写上了牌桌，接下来就看谁能够活到最后了。大家都知道，西方对东大的科技芯片一直都在封锁。曾经台积电的创始人张忠谋就预言过，当美国联合一些国家把半导体产业链上的核心节点全部串联起来，对东大进行分段式锁喉的时候，东大几乎没有还手之力，长兴科技成了漏网之鱼。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请看视频。长兴登顶中国股市的同一天呢，海外围堵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最后一块拼图呢，也完整落地了。早在2023年，台积电的创始人张忠谋呢就发表过一个预言，
元。他说，当美国联合荷兰、日本、韩国，并加上中国台湾，把这些半导体产业链上的核心节点全部串联起来，对中国大陆形成一个分段锁喉的时候，中国大陆将几乎毫无还手之力。7月24号呢，韩美峰会刚刚签下了9500亿美元的大单，正式把张忠谋的意愿变成了冷冰冰的现实。9500亿美元约合1375万亿韩元，6.4万亿人民币，不仅刷新了全球半导体史上最大的单笔合作的记录，更是抛出了一颗地缘的炸弹。那个在美中之间摇摆了多年的韩国，终于在这个7月彻底切断了退路。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形势的严峻性，周末在学社给大家讲了一个血淋淋的现实。国产算力龙头华为目前依旧100%依赖三星、海力士的 HBM 内存，半导体自主化的困局靠喊口号是冲不破的。真正的难点在于中国现在是要以一国之力去硬刚，并吞下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经过几十年分工才建立起来的整个高科技产业集群，这种残酷已不容易，需要我们保持极致的理性和敬畏。既然是破西方的局，我们就要看看对方是怎么样排兵布阵的。首先我们要弄清楚最近美国韩国这个9500亿的大单到底是怎么回事。7月24号呢，韩国总统李在明呢率队飞抵到美国旧金山，这也是他11天5国出访行程当中的第一站。注意一个细节，这是第一站，没有安排在华盛顿见特朗普，而是飞到了旧金山，在硅谷。他见到了一群可以比总统更能决定韩国命运的人，黄仁勋、奥特曼，还有 Anthropic 的阿莫代伊、博通的陈福阳等等。见面的场合呢，就是这次鼎鼎有名的旧金山 AI 峰会。这场峰会由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讯局主办，地点呢选在旧金山，前后到场的企业高管、投资人、研究员足足150人。韩国这边呢，4大财阀的掌门人罕见同框，包括了三星的李在镕、SK 的崔泰元、现代的郑义溶、Naver 的李海珍，再加上副总理裴金轩和政策市长金荣范。那么可以说啊，韩国经济的半壁江山被总统亲自打包带到了美国人面前。为什么韩国要赌上全部的身价梭哈在美国这条船上呢？那么抛开特朗普的关税因素不说啊，是韩国人自己把自己逼到了这个绝路。这里不得不说，韩国确实是世界上最喜欢梭哈的国家。那么就在今年6月呢，李在明的政府抛出了一个8800亿美元的3大超级项目：半导体、AI 数据中心和物理 AI。这是韩国建国以来最大的产业豪赌，而这盘棋要下活，就离不开硅谷的技术底座和庞大的订单，所以必须要梭哈一个大哥。那么在旧金山呢，李在明当着全世界科技巨头的面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说 AI 就是韩国产业的新火种。那么在李在明看来呢，韩国现在就像是一个面对着寒冬的国家，支撑着韩国过去30年繁荣的旧火种，传统的造船、燃油车，甚至是上一代的存储芯片，火光已经越来越暗。而现在这8800亿就是韩国亲自搭建的庞大祭台和柴火，他亲自飞到硅谷见黄仁勋、奥特曼这群人，就是要去当盗火者。他必须把美国 AI 的新火种引回韩国，彻底的点燃这3大超级项目，否则韩国的未来只能在寒冬当中熄灭。硅谷的科技巨头从来不做慈善家，你想要把每一起的新火种引回韩国，就必须把韩国最硬核的技术底牌当成柴火扔进别人家的炉子里。那么韩国这一次到底在美国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呢？所谓的9500亿美元到底签了什么？我们翻开一项一项来看。首先最大的一笔订单是 SK 集团与英伟达的一场高达5000亿美元的双向锁死。那么英伟达锁定了 SK 海力士 HBM 高带宽内存的5年产能，作为交换呢， SK 海力士反向采购英伟达超级计算机，双方甚至把下一代的 HBM 的联合研发也绑在了一起。为了节省这个同盟呢， SK 海力士直接亮出了底牌，承诺呢到2030年将晶圆产能直接翻倍。那么紧接着，三星向博通彻底交底，双方签下了2000亿美元的5年期备忘录。三星没有丝毫保留，直接把压箱底的3剑客、最先进的2纳米代工、2.5D 和 3D 的先进封装以及 HBM 产能全部摊上了牌桌。这等于韩国把半导体产业最锋利的矛交给了硅谷的芯片巨头。那么剩下的2500亿美元是一张试图把韩国彻底融进美国 AI 生态的巨网，无论是吞吐量达到了200万颗的 GPU， 总计5G 瓦的算力数据中心，还是现代汽车与英伟达的自动驾驶联盟，甚至连韩国国民年金这种老百姓的养命钱都和红杉 A16Z 签了备忘录。也就是说，韩国要把养老金投进硅谷。那么签约的仪式之后呢，黄仁勋很开心的表达说，以后你们可以叫我的新名字叫韩仁勋。
同时呢，他再次喊话说现在就是韩国的黄金时代。这里呢需要补充一个信息，可能会让很多人意外，就是在韩美峰会之前呢，中国才是和韩国在 AI 产业上深度捆绑的那一个。2026年的5月呢，中国大陆和香港呢吸收了韩国172亿美元的半导体出口。6月呢，韩国卖给全世界的半导体一共是448亿美元，同比大增199.5%，但其中有接近一半是卖到了中国。也就是说，在这个9500亿大单落地之前，中国才是韩国半导体最大的出口目的地。甚至韩国的产能有相当一半就是在中国境内。 SK 海力士约30%到40%的 DRAM 和 NAND 的产能是位于中国的无锡大连工厂，那么三星约1/3的 NAND 在中国西安生产，但这些在中国的工厂用的是美国的设备，需要有美国的许可。那么2025年的9月，美国正式撤销了三星西安厂和 SK 海力士无锡厂的 VEU 的豁免资格。也就是说，如果这些工厂想要买美国的设备，甚至只是买零部件维持日常运营，都必须回到美国逐案审查。但就算是这样，这2年韩国企业还是加码对中国的投资。那么三星2025年对于西安厂增投了4654亿韩元，那么 SK 海力士向无锡投了5811亿，大连呢投了4406亿韩元。但是这些加码到今年的7月份或许就结束了，韩国的存储产能被美国彻底瓜分了。此时此刻，美日韩和台对中国的分段锁喉就彻底完成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经了多年在26年夏天快速落地的局。如果把芯片产业比作是一台高精尖的超级机器，西方阵营的这场分工极其冷酷，那么且精准到了极点。美国掌控的是芯片的大脑，所以锁在 GPU 的设计、大模型和软件的底层架构。那么4月呢，美国国会推出的 Match 法案呢，那么要求对华为、中兴、长江存储、长兴、华虹5家实施近乎全面先进设备出口的禁令，管制覆盖设备全生命周期，被称为从卡脖子升级到锁全身。那么5月底呢，美国的商务部呢就新规封堵了中资海外子公司采购的漏洞。荷兰呢掌握的是芯片的雕刻刀，所以锁住了顶级的光刻机的出口。那么3月11日呢，海牙新规直接封禁了28纳米和45纳米成熟制程 DUV 光刻机对中国的出口。无缓冲期，阿斯麦呢单方面撕毁了与国内的6家晶圆厂签订的合同，且对已交付的设备呢停止备件的供应、远程校准和驻场的维修。这是要把中国已有的光刻机呢变成废铁的意思啊。日本呢，我们说它是掌握着芯片的制造材料，所以锁住半导体生产需要的各种材料设备。这里要补充一个信息，日本企业占全球半导体材料市场大概是41%到52%的份额。那么在制造芯片的19种关键材料里面，有14种在全球的市占率是第一的，在半导体设备市场占大概24%。有机构分析了日本在半导体产业链的地位之后呢，得了一个结论，说中国芯片最大的短板不在荷兰，而是在日本。光刻胶只是一台设备，但是日本卡住的是几百道工序里无处不在的材料和零部件。日本的动作呢，包括了5月29号呢，日经产审发布新规，8月1号呢正式生效。在原有的23类前道设备的管制设备上呢，新增了20个大类，首次完整的封锁了先进封装全产业链的设备，逐案审批，周期是3到6个月。先进封装类的审批驳回率呢接近80%，目的很明确，堵住中国成熟制程加先进封装造 AI 芯片的路径。中国台湾省掌握的是芯片的工厂，所以锁住了最先进的代工和良率。那么6月呢，台湾主动抛出了史上最严的管制预案，首先将未经授权对大陆的出口转运高端的 AI 芯片纳入到了刑事追责，覆盖大陆所有的企业机构和个人。那么韩国掌握的是芯片的记忆，所以呢，锁住了算力爆发最核心的 HBM 的存储产能。芯片设计、芯片的生产、芯片的制造、芯片的代工、芯片的存储，5位一体，环环相扣。这也意味着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半导体分工时代彻底宣告结束。未来全球 AI 产业已经不可逆转地割裂成了2条彻底隔绝的平行轨道，一条是豪华战车，用英伟达的超级算力、韩国的顶级 HBM、台湾地区的顶尖的代工、博通的定制芯片，抱团呢铸成一座高不可攀的富人俱乐部。而另外一条是中国在绝境当中强行钻出来的自主轨道，华为升腾以寒武纪的算力破局，长兴和长江存储的产能硬刚，加上全产业链被倒逼出来的国产替代。可能很多人会问，面对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举国合围，我们到底有没有胜算呢？那我们不妨问一问，中国的新能源产业成功了没有？中国的船舶产业成功了没有？中国今天的可回收商业航天成功了没有？那么合围之事已成，但破局之火可以燎原，这场终局之战谁能笑到最后尚未可知。
大家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点赞、评论、订阅，谢谢大家。